你看到什么地方墙给划到了，或者油漆给擦掉了，你就贴一个 blue tape。这个卫生间的瓷砖也装错了。现在我们这个房子已经搭好架子了，那它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大家好，我是欢乐居房地产夏飞，一位懂房也懂您的经纪人。相信大家可能去年有不少朋友是建了新房子啊，可能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新房子只要选好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的等房子建好，就可以欢天喜地的搬进去了。其实不是这样啊，新房子开始建之后，有很多需要把关的地方。现在我们在的一个房子呢，是我客户一个已经打了架子的房子，我们叫做 framing stage 啊。新房子从它一块空地到它建好，大大小小可能会有10几个不同的环节。我们现在是一般的建商叫做第4个环节，叫做 framing 啊。这个房子的架子已经搭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您就要开始做定期的来检查了。现在建一个新房子，根据房子的大小，还有这个所用的材料，以及建商它的人手和供应的问题呢，大概是10到15个月的时间从一块地建完啊。现在我们这个房子已经搭好架子了，那它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大家跟我看一看啊。首先，这个楼梯的朝向，它是不是按照你的朝向开的呢？有些，比如说这个楼梯稍微往左拐或者往右拐，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现在就是按照拱门的设计去做的啊。如果它不加这个设计的话，就是一个就是长方形的一个，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不加升级。所以这里有1个门、2个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有3个这个过道的门廊。所以如果它做错了的话，到你基本上房子快建完的时候再去调整的话，基本上非常困难。所以你要在每个阶段都要来看一下你的房子，因为你在房子在选你的升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细则，这个房子加了哪些升级，包括外面是不是有升级，你用什么样的砖，什么样的这个石头，它都是有个清单的啊，清单。而且你当时也可以看到，你去这个设计中心的时候，它都是有样板的。它最后很多 builder 会把所有的你选好的东西放在一起，给你拍张照片。所以比如说现在只是在 framing 的 stage 啊，下一个 stage 就是我们的这个它要做一些管道的装修，所以这个东西可能看不到什么东西。再之后呢，就是外墙要开始建外墙，要开始贴砖了这些事情啊。那个时候他会把你定的这个砖摆在外面，你会看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适合。我们碰过有客户他的砖的颜色用错了啊，这个就基本上等他建好了之后很难再去换了，他不可能把整个房子砖都全部拆下来，只能在这个建筑的过程中去把关。有时候这个地板会拼错，这个地板应该是交错型的，它现在都是同一个方向。这个卫生间的瓷砖也装错了，本来应该是交错的横竖装，现在也变成同一个方向，现在也要重新拆掉，重新装。还要注意这个门是不是按照你升级的高度啊？现在听说这个门以前升级它没有做，现在又改的。哇，真的是要小心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它的壁炉。如果你定的是一个长方形的这种壁炉，或者是高的这种壁炉，它给你装了一个低的，这个可能也是会出错的地方啊。这毕竟是人在建房子，而且疫情之后人口的流动性，建筑工人的流动性也很大，所以这个大家都是要经常来看的地方。真正的它开始建里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墙的颜色啊，我们就有客户他4、5千块钱去升级成浅灰色，最后他还是用了他原本的这个米色，所以这个差别也是很大的。一般在你的房子建好之前的2个星期左右，建商会跟你约一个验房的这个时间。验房呢，其实它有2个步骤，一般会做2件事，一个就是检验你的房子是不是大体都做完了，第2个就是他会给你做一个关于这个房子的介绍，叫做 New Homeowner 的 Orientation， 就是告诉你这个房子的，比如说插座呀、开关呐、水的
整个水的总闸呀，还有你的灌溉系统等等这些东西在哪。所以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个到了验房阶段的房子。初次买房的朋友可能对房子整个的维护还有它的开关在哪儿，可能真的不太清楚。我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好吧？新房子它的涂料里面，其实前面1年它就有防虫的一个设置。我们在做旧房子的检查会做 wood destroying insect 这种害虫的检查，但是它涂料就有了。但是如果你想更好的整个房子去做防虫的呢，它的东西可以从这儿打进去。这个是新房的设置啊。我们一般排水管道，屋顶的水怎么排都是从这儿排出来的。然后它的设计呢，水往低处走，对吧？它中间有个排水的系统，因为它不想水积在地基旁边，这个对地基的湿润程度有影响，会影响我们这边是粘土嘛，地基的伸缩会把这个房子发生拉扯。我们刚才说的 whip hole 这边更明显了，排水的我们看到啊，每隔几个它都会有设置。你们的空调都在这边，它的 compressor 都在这里啊。这是你的水电开关基本上在这里。这个是用无缸供水器的热水器，所以这外面一般的那个水缸是在旧式的是在车库里面，这无缸的它的出口在这里啊。我们进房子里面再去看看。我们客户的这个房子经过1整年的建造，终于基本上下个星期就要交房了，我们非常的兴奋。今天早上刚刚跟他的建商一起做了这个验房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过户前1-2个星期呢，基本上房子上面还有很多东西它需要最后的做完。其中有一项呢，我们叫做 blue tape work， 就是给你一个蓝色的胶带，你看到什么地方墙给划到了，或者油漆给擦掉了，你就贴一个 blue tape， 到时候它会整个的统一的给你重新 touch up 一下。需要重新做的地方没做完的，它会给一个绿色的胶带，这样可以对他建筑工人来说，他就能够区分到底这里是需要简单的 touch up， 还是这里有个东西没弄好。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房子，它这里少了一个锁门的地方啊，像这些比较大的东西没做完的，它直接就写在验房的清单上面了。像有些工程还没有做完，因为它这里我们看到它是有2扇门的这个门还没有装好，我们就写在我们的单子上面。因为除了这次验房，初次验房，这个叫做 initial 验房，然后还有过户之前当天或者是提前1天，他把所有你要修的要弄的东西做完了，他会有一个最后一次的验房。我们的买方满意了，我们才去正式过户。一般除了你自己验房，当然你不是房屋检查的专家嘛，我们是非常推荐你做一个，就是找一个有执照的专业房检公司去帮你的房子里里外外，包括家电都做一次彻底的检查。那这个也是基本上是房子完成之前2个星期做的，它会包括你的房子的结构、屋顶、你的这个 attic， 还有你的排水管道、你的家电结构的门窗还有冷暖气等等都会检查到，就跟二手房一样。去年开始，我们陆陆续续帮客户建了非常多的新房子，现在我们在等待过户的新房子总共有9栋。所以我们在做新房子这一块是非常有经验的，在每个关键的步骤，大家如果想不到的地方，我们都会提醒我们的客户去做。比如说在你的房子已经有搭了架之后，我会提醒您，就是定期的带着你的升级清单去看看他做的升级是不是都已经兑现了，颜色对不对，或者他用的材料对不对，因为这个及时去纠正是能够及时更改的，因为现在建商的时间都非常长，大家如果能够尽快的把自己理想的房子建好，当然是一个就是更省心更好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刚才说了，在房子基本上通了水电之后，通了气之后，我们就会推荐您请一个专业的房检公司把房子彻底的检查一下，这样子在 builder 跟你约这个你自己的验房的时候，第一次验房的时候，你就可以带着一份非常完整的报告，它里面所有的问题需要去修，需要去再次去检验的东西，
他都会给你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你可以拿着这个需要做修改的东西直接交给你的包工头，一起让他在初次验房的时候跟他提出来，这样他有充足的时间去把这些所有要改正要修改的东西做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点赞、加转发，谢谢，我们下次见。